这钱你们俩可得收好了，千万别让秀秀那个死丫头知道，听见没有？爸，我藏在枕头下的1万块钱去哪儿了？爸，你进我屋翻东西了，你怎么能偷我的钱呢？放屁！老子是你亲爹，怎么能叫偷？老子生你养你这么大，拿你点钱怎么了？你的命是老子给的。秀秀啊，你少说2句，你爸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着想？你大哥考上了镇里中学的老师，天天走路上班怎么行？得给他买辆摩托车啊！你二哥也要结婚了，总得准备一笔彩礼钱吧？你是妹妹，就不能体谅体谅家里？那我呢？在这个家里，我算什么？爸妈，你们太偏心了！你们口口声声说为了这个家，可你们哪一次考虑过我？这1万块钱是我辛辛苦苦攒了2年的血汗钱，我准备拿它去镇上租个旧厂房，扩大规模做废品回收站的。这钱你们必须还给我。小妹，你一个收破烂的要什么厂房？把钱拿给哥买摩托，哥以后上班有面子了，一定给你介绍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就是，收破烂能赚这么多钱，我可不信。秀秀，你一个大姑娘家的，天天往外跑，搞不好这钱来路不正经吧？收破烂的怎么了？林光宗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前些年要不是我拿钱赎你，你还在牢里踩缝纫机。还有你，大哥，你当年上大学的学费是我一个纸箱一个塑料瓶攒出来的，现在穿上西装就看不起收破烂的妹妹了，你的良心被谁吃了？反了你了！你打你哥，你还有理了？你知道你一个黄花大姑娘，天天骑个破3轮，在外面收破烂，村里有多少风言风语？我们老林家的脸面都被你给丢光了。爸，你现在嫌我收破烂知道丢脸了？当初你打牌输了钱，每次厚着脸皮伸手跟我要钱买烟抽买酒喝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给你丢脸了？小妹啊，你快少说2句吧。你爸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气话，你这孩子怎么还当真了呢？妈，你每次遇到事儿就知道做和事佬。从小到大，家里只要有好吃的好穿的，全都是大哥二哥的。爸偏心他们俩不是1回2回了，你哪次站出来替我说过一句话？我10几岁就辍学出去赚钱贴补家用，每个月省吃俭用往你那张卡里打生活费，逢年过节别人家父母该有的礼物营养品，我哪一样少过你们的？我掏心掏肺对待这个家，可你们从来就没把我当过家里人。你个没大没小的白眼狼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抽死你！你打呀！你以前打我打的还少吗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从小到大，家里什么好东西都让给2个哥哥，连我上学的机会，连我什么东西也让给他们了。现在我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点血汗钱，你们就想抢走。小妹，不是当哥的说你，你一个女孩子身上留那么多钱干嘛？你早晚要嫁人，这钱将来还不是进了别人家的口袋？老话说得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林光宗，你还有脸说？住手！老二说的对，你是个丫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钱就成了别人家的。我看这样吧，这钱暂时放在我这里，你就当我向你借的，大不了打个欠条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你们今天总算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既然你们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爸，你也别打欠条，这1万块钱我送给你，全当我林秀秀报还你们10几年的养育之恩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林家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小妹啊，你爸说的都是气话，你这孩子怎么能当真呢？别喊了，让他走！一个小丫头片子还能翻了天不成？他今天出了这个门，以后就算是讨饭要饭，也别想踏进我林家半步。哎呦，老头子啊，你这脾气也太冲了。小妹要是真的和咱们翻脸了，以后不给家里打生活费了，咱们该咋办呀？爸，
妈，小妹也是一时糊涂才说这种气话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醒悟的。再说了，这个家还有我呢，我手里端着铁饭碗，还能饿了您二老。大哥说的对呀，咱们一家成天让一个收破烂的养着，传出去多难听啊！爸妈，等我进城以后发了财，一定带着咱们全家吃香的喝辣的。老板，你这里还有空房出租吗？房租多少钱一个月？哎呦，这不是秀秀吗？你怎么搬出来住了？叔，以后我都住外面了。秀秀，咱也算老熟人了。叔知道你是个踏实肯干的好姑娘，这间房租给你，1室1厅，还带独立厨卫。叔1个月只收你50块，要是租给别人，我最少得收80。叔，谢谢你，这份情我记在心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让林家老小那群贪得无厌的白眼狼好好看着，离了他们这趟烂泥，我林秀秀只会飞得更高更远。收旧铜、旧铁、旧铝锅，旧书、旧报纸、旧塑料嘞！在旁人眼里，收废品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儿，每天和垃圾打交道，名声不好听。正因为这样，林家人才打心眼里看不起我。但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我不偷、不抢、不骗，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。任何一个靠自己双手挣钱的人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更何况，收废品表面上看着不体面，但只要勤快一点，脑子灵活一点，收入远比常人想象的要多。这一行的信息差很关键，有些废品的利润非常大，比如那些旧电线，一斤收进来只要3、5块钱，但只要花点力气，把里面的铜剥出来，攒一攒卖到县里的废品站，就可以卖到20块1斤。哎，卖菜嘞，新鲜的蔬菜嘞！哎，锅碗瓢盆嘞，便宜喽！来尝尝。哎，收破烂的妹子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！大妈，您家里有废品要卖啊？妹子，你给称称这些废书、废报纸能卖多少钱啊？大姐，你这些旧书成色还可以，市面上一般给1毛，我这里可以给你1毛5一斤回收。哎呦，1毛5！上次那个收破烂老头才给我8分钱一斤呢。妹子，你给这么高的价，自己还能挣着钱吗？别干亏本买卖呀。大姐，能挣的，我们这行讲究个薄利多销。再说了，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，12斤9两，凑个整，算13斤吧。大姐，你看怎么样？妹子，你可真实诚啊！不瞒你说，这纸箱我在家里自己称过，和你称的一模一样，比那个缺斤少两的老头好太多了。冲你这人品，以后我们家的废品全留着卖给你。谢谢大姐，这钱您收好。坐好坐。这是一个鼻烟壶，看上去这画工和釉色品相绝对不一般。在别人眼里，我虽然是个收废品的，但平时只要一有闲暇，我就会翻阅那些收来的旧书旧报。我念的书不多，但我比谁都清楚，知识可以改变命运。别人收破烂看斤量，我看的却是里面的门道。我想起来了，就在去年，国外的一家大拍卖行拍出了一个造型类似的分彩鼻烟壶，成交价足足60多万。这东西要是拿到省城的古董店去卖，肯定能发财。有了这钱，我以后还收什么废品？我跟你说过1万遍了，让你不要乱翻我书房里的东西。这下好了，我家祖传的宝贝就这么丢了。你冲我吼什么吼？谁动你那些破烂东西了？明明是你自己上次说书房太乱，不要的旧报纸让我拿去卖了腾地方，这下东西不见了，反倒怪起我来了。哼，活该！谁呀？大晚上的敲什么敲？大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这东西是你不小心落下的吧？是我的宝贝。哎呀，小姑娘，太感谢你了。在别人眼里，我虽然只是个靠捡废品为生的村姑，但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不义之财不可取。哪怕我一心渴望发财，也绝不会昧下别人的东西。我要凭我自己的这双手，堂堂正正、干干净净的赚钱。秀秀啊，你今天可是帮了我的大忙啊！这宝贝要是丢了，我将来都没脸去见列祖列宗啊！李叔，
您客气了，我虽然是个收废品的，赚的都是辛苦钱，但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一分都不会要。秀秀，你知道这个小小的鼻烟壶值多少钱吗？我平时爱看一些旧书，顺带了解过一点。去年国外一家拍卖行卖出过一个品相和您这个差不多的，足足拍了60万。他们拍卖的那个顶多算是民间收藏的精品，我手里这个底下是有款的，那是地地道道的宫中玉质，真要拿到市面上去，价格至少是他们的几倍。原来如此，这么珍贵的老物件，您以后可得小心保管，千万别再粗心大意了。丫头，叔问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么一大笔钱，你就真的没有动过心？叔，说一点没动心，那是骗人的假话。我是个俗人，也缺钱，但我相信凭我自己的这双手，将来有一天也能堂堂正正的挣到这些钱。可要是拿了不该拿的，我这辈子都睡不了踏实觉。好一个堂堂正正！小小年纪，面对泼天富贵能坚守底线，又有这般常人难及的气魄，将来必成一番大事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秀秀，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老李绝不是知恩不报的人，你说我该怎么谢你？李叔，你要是真想谢我，以后你们家的废纸板、旧报纸就全部都留给我回收吧，别人出再高的价你也不能卖。你这丫头净会开玩笑，一点旧废品能值几个钱啊？那是，就算你今天没帮我家老李这个忙，就冲你那份实诚劲儿，我家的废品以后也全包给你了，别人想收门儿都没有。秀秀啊，叔问句实在话，你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家，难道真打算一辈子干废品回收的苦力活？不是叔看扁你，只是这年头有点本事的年轻人都往南方大城市跑，要么就是下海做点小生意。你要是有这个创业的想法，叔绝对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你。刚好我和你婶子现在也都退休了，手里有点闲钱，放在银行里也是吃死利息。秀秀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这笔钱就当我们老两口投资你了，不管你是想做生意还是干别的，只要你一句话，资金随时到位。李叔，不瞒您说，我的确想做点生意，不过这门生意还是收废品。秀秀啊，这蹬三轮走街串巷收破烂也就赚个辛苦钱，哪能叫做生意呢？叔，婶子，你们没接触过这行，所以不知道里面的水有多深。就这么说吧，一些废品只要经过简单的分类和处理，转手就有好几倍的利润。哦，那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打算先租一间宽敞的废弃厂房，然后购买2台小型打包机，这样就可以把散装的纸箱和塑料压成方块打包，卖给上游造纸厂和废品站的价格还能再高出1倍。这只是第一步，等到厂房规模扩大之后，我还要做废品中介和总站，到时候发展下游的代收点，让他们负责挨家挨户收废品，而我统一定价回收，专门负责机器打包，对接上游的销售。李叔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附近这几个县根本没有人想到这种生意模式，只要我们抢占先机，把这条路线打通，肯定能赚大钱。好，秀秀，我们相信你，这门生意我们投了。在李叔夫妇的投资下，我果断租下了这间旧厂房，并连夜买回了2台二手废品打包机。从招牌挂上的这一刻起，我彻底告别了过去走街串巷的日子，正式踏上了属于我自己的创业之旅。小妹，你还真开了一个收破烂的厂子啊？林耀祖，我开什么厂子关你什么事儿？这地方不欢迎你。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？我现在可是端着铁饭碗的人民教师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有一个天天收破烂的妹妹，岂不是让人看笑话？收破烂碍着你了。小妹，你手里既然还有闲钱，不如给我拿点，我托人找找关系，给你在镇上安排个好工作怎么样？总比收破烂强吧？林耀祖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用我收破烂的钱上大学买摩托，现在反倒嫌我脏了！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趁我还没拿扫把赶人，赶紧给我滚！不识好歹，你就一辈子烂在垃圾堆里吧！
糊了，清一色。给钱给钱，今天老子手气旺得很。爸，不好了，小妹真的在镇上租了个旧厂房，还开了一个什么破烂回收中心。哟，老林，你家闺女还在收破烂啊？是啊，老林，你大儿子当人民教师，亲闺女当破烂大王，你们老林家可真是行行出状元啊！我家刚好有几个旧马桶，改天让你闺女顺道来收了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我们老林家的脸面快被这死丫头丢完了。爸，您消消气儿，其实这事儿好办，小妹年纪也不小了，天天抛头露面的像什么话？不如给她找个人嫁了，让她乖乖在婆家伺候人，您还能收一笔彩礼钱，正好补上我结婚的窟窿。老二，你说的对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她的婚事老子说了算。走，我马上去找媒婆，给她张罗婚事，省得她整天在外面瞎折腾，败坏我的名声。铜10块一斤，铝3块一斤，铁5毛，纸箱3毛。妹子，这上面印了价是啥意思啊？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单子上的是你们去村里收废品的底价。以后每周5下午，你们把货拖到我这里集中回收，我回购的价钱会在底价的基础上每斤多给5毛到1块钱。哎呦，妹子，你这话当真？我们只要把那些破烂收来交给你，真能挣这么多钱？大妈，我林秀秀在镇上收废品这么多年，有口皆碑，从来没骗过人。只要你们把货拖来，上称验货，我当场现金结算，绝不拖欠1分钱。你们要是收到了值钱的货，比如铜块、铝块，我还可以再加5%的提成。妹子，你人这么好，我们以后全都跟着你干了。大家愿意跟着我干，我林秀秀举双手欢迎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是敢收那些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尤其是电缆、井盖，别怪我当场翻脸。大家听清楚了吗？建立村级代收点仅仅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真正要做的是对收来的废品进行分类和提存。外行人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可不简单，就拿最值钱的铜来举例，就有亮铜、紫铜、黄铜、青铜4种，铝也要做生铜和熟铝，铁更是要细分出重铁和轻铁。这些东西每一样单拎出来，卖给上游回收厂的价格都天差地别。只要我肯下苦功夫详加分类，以后的整体利润至少还能提高30%。再加上这2台机器的，相比于以前纯靠手工分拣，工作效率提升了10倍不止。万事俱备，只要接下来各个代收点的收货渠道顺利打通，这厂子里的利润绝对能像滚雪球一样。嘿嘿，老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站住，别过来！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立马报警。媳妇儿，我要抱抱。你个死丫头，还敢拿棍子打自家男人？走，少在这丢人现眼，跟我回家洞房去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干嘛？你那个赌鬼亲爹林大强已经收了我家2000块钱的彩礼，答应把你嫁给我儿子。你现在生是我们家的人，死是我们家的鬼。做梦！我早就和林家断绝了关系，他们没有任何资格把我嫁出去。滚！立刻从我的厂子里滚出去！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好啊，让我们走可以，把那2000块钱彩礼1分不少的给我退回来，不然老娘今天死也要死在这儿。谁收了你的彩礼，你找谁要钱去？林大强已经不是我爹了，他的烂账我1分都不会认。哎呦喂，没天理啦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不把那2000块钱吐出来，老娘今天就死在这里。死在这儿，那我是不是还得倒贴你丧葬费啊？马上滚蛋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说怎么不肯嫁给我儿子呢？原来你早就跟这个小白脸好上了。呸！不要脸！你是李叔的儿子？你好，我叫李浩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我爸整天在家夸你是个了不起的商业天才，所以打发我过来，跟在你身边好好学学。收废品是个又脏又累的苦力活，你一个海归高材生干这个不太合适吧？这有啥不好的？
劳动人民最光荣，只要是凭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赚钱，一点都不丢人。再说了，我看人的眼光很准，我坚信以你的魄力和头脑，迟早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的。谢谢，借你吉言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经过这1个多月的艰苦打拼，各个村级代收点的收货渠道终于被我们打通。在利润迎来一波猛烈的暴涨后，我没有把钱攥在手里，而是毫不犹豫地继续砸钱，再次购买了一批大型破屑机和液压打包机。短短1个月，新希望一跃成为了全省最早一批引进半机械化作业的大型回收中心。我们的名声彻底打响，甚至传到了周边的几个县。这是关于废旧金属的供货合同。李总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份供货合同生效以后，我们每周至少可以向贵厂供应2吨重铁、1吨亮铜，价格方面比那些大型废品站还要便宜5%。但我只有一个条件，现款结算，概不赊账。林总够爽快，只要货源质量有保证，现款绝不拖欠。李浩，你仔细算过没有？整个行业的利润大头其实全被废品站和集散中心这些中间商吃掉了。我们想要进一步提高利润，就必须精准对接终端客户。这一带周边有很多小型炼膏厂和造纸厂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目标客户群。我明白了，这件事交给我去办。还有，在正式合作之前，先确认对方有没有合法营业手续，绝对不能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，把货卖给那些黑心厂家。秀秀，难怪我爸天天在家里夸你是商业天才。这1个月来，我总算是见识到了。李秀秀同志，你们做得很好啊，既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的就业问题，又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。国家现在搞建设，最需要的就是你们这种实干型人才啊！谢谢领导的鼓励，我们新希望一定会再接再厉。哎，广总，你不是说你这个妹子就是个捡破烂的吗？她哪来这么多钱，居然开得起一家大公司？不就是运气好呗，碰到了有钱大老板给她投资，这才能人模狗样的站在这儿出风头。媳妇儿，收破烂这么赚钱，要不咱们也去干吧？你疯了吧？收破烂又脏又臭的，要是让村里人看见，丢死人了。丢啥人啊？大不了咱们躲得远远的，直接去城里收破烂。反正城里没人认识咱们，谁笑话谁呀？再说了，秀秀那个死丫头收个破烂都能赚大钱，凭我这颗聪明绝顶的头脑，那不是随随便便发大财？哎呀，热死我了！这破车怎么这么难蹬啊？哎，小伙儿，你们这儿收塑料瓶不？我家攒了好多呢。收啊！塑料瓶2毛钱1斤，童叟不欺。2毛，这也太少了吧，小伙子，你再给加点呗。就2毛钱1斤，爱卖不卖，不卖拉倒，别在这磨叽。你们这对小年轻心也太黑了，人家新希望都是按个收的，5分钱一个，比你们这划算多了。去，嫌少你找别人卖去啊！不卖给老子滚一边去！别在这挡道，耽误老子做生意。林万东，不是吹牛说在城里收破烂能挣大钱吗？挣个屁的钱啊！这都几天了，1斤废品都没收到。全靠老娘每天跟个要饭的一样，在大街上到处捡瓶子。这能怪我吗？要怪就怪秀秀那个死臭丫头，她垄断了生意，连废品都收不到了。各位，根据最新出炉的市场调查，沿海一些1线城市因为制造业发达，工厂多，所以他们接收废品的价格普遍偏高。我仔细算过一笔账，一辆载重10吨的长途卡车，只要将内地的货运到沿海，这其中的差价利润少说也有2000块。这就是我们新希望接下来拓展的新市场，也是从地方走向全国的必经之路。林总，不好了，公司大门外围了一群人，把路都给堵死了，指名道姓要见您。秀秀这个死丫头，害得周边几个县的废品站全都没了活路。老子今天把这群人联合在一起，向他讨个说法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姓林的，你们新希望太欺负人了，自己大口吃肉就算了，现在连一口汤都不给我们喝。我们这帮人
已经好几个月收不到像样的废品了。要不是被生活所迫，谁愿意天天起早贪黑出来收破烂？你们新希望今天不给我们留活路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我们就砸了你们的场子。秀秀，这群人说不定会闹事砸东西，咱们还是赶紧报警吧。算了吧，他们都是苦命人，不然有谁愿意放下尊严去捡破烂？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报警。各位先别激动，能不能先听我说两句？如果你们听完觉得我说的不对，到时候再闹也不迟。好，姓林的，看在你是个女娃娃的份上，我们今天就给你个说话的机会。说吧，大家伙的饭碗都被你砸了，这事儿你打算怎么解决？第一，我林秀秀10几岁出来打工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干过以大欺小的事儿，不信你们可以出去打听。所以，我们新希望绝对没有刻意打压各位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第二，我们新希望建立的这一整套废品回收体系，放在全国市场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。恰好我们最近准备扩大规模，急需招收一大批有经验的分销商和代理点。如果各位愿意加入新希望，我林秀秀保证，你们未来的利润最少比过去高出30%，而且由我们统一定价对接，你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风里来雨里去的受苦受累。第三，我林秀秀和大家一样，都是从推着板车收破烂一步一步熬出来的，不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高贵，所以我能理解大家心情。俗话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今天不管大家愿不愿意加入新希望，我林秀秀都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。你刚才说的话当真？我林秀秀一口唾沫一个钉，说出来的话从不食言。我也愿意，我加入。林总，我愿意跟着你干。我也加入，我也加入。呸！这死丫头一张嘴可真能说，这群没骨气的废物，3言2语就被她给洗脑了。广总，要不咱们也加入新希望吧，说不定真能挣大钱呢。闭嘴！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从小到大，老子哪样比不过秀秀那个死丫头？她收破烂都能干得有模有样，老子凭什么不行？哼！今天算她走运，老子下次再来收拾她。站住！林光宗，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？林总，就是他们俩，大早上的把我们喊来这里堵门，口口声声说要带着我们讨个公道。好啊，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你们这两个在背后搞鬼。保安，把他们俩给我抓起来，马上报警！秀秀，我可是你亲哥啊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林光宗，你以前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些收破烂的吗？怎么，现在眼红了，也想干这行了？我们想干哪行就干哪行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不关我事，你们恶意挑唆群众闹事，严重影响我们公司正常运转，已经违法了。保安，把他们两个送去派出所。来人啊，快来看啊！没有王法了，新希望仗势欺人，欺负老百姓了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子啊，这是哪个挨千刀的，把你打成这样？还能有谁？林秀秀那个死丫头，现在发达了，成了大老板，就六亲不认了，对自己亲哥下手也这么狠，反了他了！别说他成了什么狗屁大老板，就算插上翅膀上了天，也还是老子的种，老子还不信收拾不了一个丫头片子。爸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咱们不仅得讨个公道，还得让秀秀出一大笔医药费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去告诉林秀秀，就说他老子来了，让他马上给我滚出来。林总，外面有几个人说是您的父母正在门口大吵大闹，想要见您。我无父无母，把那群冒充我父母的人赶出去。如果他们敢在门口撒泼打滚，直接报警。保安，把这些冒充林总父母的人赶出去。老子是林秀秀的亲爹，我看你们谁敢打我！你儿子恶意聚众闹事，我们林总念乎旧情，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，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如果你们还想继续闹事，那就别怪我们公司起诉，把他送进去裁几年缝纫机。秀秀，好消息！就在刚才，咱们新希望的第5家分公司已经正式开始营业了，咱们集团的整体市值正式突破了1个亿的道杆。林董，您可真是咱们新希望的定海神针啊！您指哪儿咱们打哪儿，从来没错过。您说说，咱们集团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？国家越来越强大了，我们既然赶上了好时候，也该紧紧跟上国家的步伐，为建设社会出一份力。通知全集团下属的所有分公司和代收点，从今天开始，
大量囤收铜、铝等工业金属，越多越好，上不封顶。国家即将加入 WEO， 这意味着无数基础建设马上要全面铺开，各行各业都离不开铜、铝这些最基础的工业原材料，它们的市价必定会迎来一波疯狂的暴涨。林董，您果然是未雨绸缪，高瞻远瞩啊！好，我全明白了，秀秀，我即刻就去亲自安排这件事儿。记住，哪怕砸锅卖铁，也要预留出所有员工的工资和奖金。除了这笔钱，其余所有流动资金全部砸进这个项目里。我运及国运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据本台最新报道，随着我国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体系，过去10年间，国际铜价从0.68美元一路狂飙至4.49美元，涨幅高达562%。专家指出，我国对基础金属原材料的需求量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。秀秀，底下人跟我说，你二哥林光宗偷偷搞的那个黑废品站，最近收了很多来路不明的黑货，连市政的电缆都敢往里运。立刻举报他！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人，绝对不能让他胡作非为。老板，拿包最便宜的烟。本台最新消息，伴随新希望集团成功上市，我市女首富林秀秀女士于近日无偿捐献500万元，用于设立专项基金，资助全市各校贫困学生上学。林秀秀那个只配在垃圾堆里捡破烂的死丫头，什么时候成了首富？我林耀祖可是端着铁饭碗的人民教师，从小到大哪一点不比他强？老天爷凭什么让他这种下贱货色骑在我的头上？林耀祖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那500万助学捐款，咱们学校本来可以拿到一份的，就因为你这个害群之马，林女士点名把咱们学校从资助名单里划掉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你让我这个当校长的以后脸往哪儿搁？哼！我专门派人打听过，当初你们一家人全靠着人家林女士辛辛苦苦捡破烂养活，你上大学的钱都是她给的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居然把人家扫地出门了！现在好了，你们一家子遭报应就算了，连咱们学校跟着遭殃。校长，您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，天大的误会。您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能处理好。我马上就去找秀秀认错。行了，你不用跟我保证，我看你手上的教学工作暂时先放一放吧。你的课我会马上安排其他代课老师接手。等你们一家人什么时候和林女士和好了，你再来学校报到吧。哎，好。林秀秀，你个烂心肠的贱货，居然敢端老子的铁饭碗！这笔账，我早晚有一天要你连本带利的偿还。林大强，你上次打牌欠老子2000块钱，今天要是再不还，信不信老子一把火烧你家房子给点了？点啊，有种就点！老子现在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吧！你老子欠债不还，那就负债子偿，拿你这辆摩托车抵债。兄弟们，拖车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我亲妹子秀秀，现在可是咱们全市的首富，就你们这穷酸样，还首富，唬谁呢？唬你！电视新闻上天天都在播，不信你自己滚回去看。大哥，我听说了，他家那个被赶出去的丫头，最近确实发大财了。好，看在你家妹子的份上，老子今天放你们一马。林大强，我再给你最后3天时间，3天后要是看不到钱，老子把你家房梁都给掀了。我们走。老大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秀秀那死丫头真成了咱们市的首富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在电视里看到的，她还一口气捐了500万呢。好，老天有眼啊！咱们老林家发达了。走，
咱们这就去找秀秀，先找他拿个几百万花花。爸，先别管钱了，因为秀秀捐款的事儿，校长今天把我停职了。学校要咱家去跟秀秀修复一下感情，不然我这铁饭碗就砸了。咱家马上要发达了，以后顿顿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还惦记你那破老师的工作干什么？爸，您说的对啊，小妹的钱就是咱们的钱，咱以后可都是有钱的大老板了，谁还受那窝囊气儿？对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刚才派出所打电话来说，老二两口子涉嫌犯罪，已经被抓进看守所了。啊！秀秀这死丫头是真发财了啊！等会儿她来了，赶紧让她在集团里给老大安排个总经理当当，以后咱们老林家可就全都是人上人了。那是自然，秀秀一个捡破烂的村姑都能混成首富，我可是堂堂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肯定干得比她好100倍。几位请稍等，林董刚刚结束董事会，马上就过来。老头子，待会儿见了秀秀，咱们可得多说点好听的话。老二还在看守所里蹲着呢，全指望他去捞人呢。哼，老二是他亲哥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他要是敢见死不救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大闹一场。秀秀，可算见到你了，快，你赶紧去派出所把你二哥捞出来。人是我亲手送进去的，这种危害社会的人，就该让他在里面好好改造改造。你这丫头，你可真狠啊！那可是你亲哥！老天爷呀，我怎么生了个这么狠心的女儿？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就算你当了首富，老子也是你爹！老子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孝女！敢动我们林董，活腻了是吧？林秀秀，你简直大逆不道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咱爸？从我和你们林家断绝关系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在这个世上就已经没有父母了。你们全家今天落得这个下场，全都是报应。林笑笑，你好大的口气！林耀祖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里是我的新希望大厦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笑笑啊，以前是爸爸不对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救救我们一家吧！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你们一家已经无路可走，而我是你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秀秀啊，你这就这么狠心，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家见死不救？你放心，我会在法律上尽到赡养义务，每个月按时给你们打生活费，让你们2个老人不至于晚景苍凉。除此以外，我和你们林家再无瓜葛。来人，送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